相恋第7年，沈玉白终于修好了那盏求婚的雾灯，可站在灯下戴着沈家祖传戒指的人却是宋婉堂。他满不在乎地替别人拢好披肩。一盏灯而已，晚堂怕黑。许之耗了7年，早没退路了，怎么可能舍得分？他以为我会像过去无数次那样咽下所有委屈，可这一次，我看着手机里母亲发来的订婚消息，轻轻回了一个好字，没有争吵，也没有眼泪，我只是转过身，将他连同这7年一起丢在了冰冷的海风里。芝芝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晚堂今天生日，你非要让他下不来台吗？我看着他搭在我腕上的手，从前这只手替我挡过雨，也替我在冬天捂过冰凉的指尖，现在他指缝里还有宋婉堂身上那股甜腻的香水味。他似乎完全没料到我会反抗。你现在走什么？所有人都看着，你这样像什么？我看了一眼，码头上还很热闹。宋婉堂站在那盏雾灯下，沈家的祖传戒指戴在他手上，亮得刺眼。有人在哄他许愿，也有人偷偷看我。沈玉白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，声音放低了一点：戒指明天就还你，灯也只是今晚借给他用一下。你知道他小时候出过事，怕黑。许之，你不是最懂事吗？我懂事。这就对了，回去坐着，晚点我送你回家。我后退半步，避开他的手。沈玉白手停在半空，眉心微不可察地拧了拧。别闹。他说这2个字时，像过去很多次一样。每次宋婉堂半夜胃疼，他把我丢在电影院，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他说别闹。每次我生日，他临时改去陪宋婉堂看展，我盯着凉掉的蛋糕，他说别闹。身后传来宋婉堂软软的声音：玉白哥，你快来呀！大家说要一起拍照。来了。沈玉白回头应了一声，再看向我时眼底多了些不耐。芝芝，我今晚真的没精力哄你，先回去坐着，等我忙完。他以为我答应了，转身往灯下走。走了2步，又像想起什么，回头叮嘱：别走远，码头风大，你胃不好。若是以前，这句轻飘飘的关心足够让我把委屈咽下去，可今晚不行，风太大了，把那一点点舍不得也吹散了。我拦了辆车回去临湾公寓，那是我和沈玉白同居了3年的地方，也是我该收拾走的地方。茶几上放着一只小小的木雕灯座，是沈玉白当年练手时做坏的第一个雾灯底座，上面歪歪扭扭刻着我的名字，许之。我拿起来看了很久，木头边缘已经被我摸得很光滑。那年他手上全是木屑，笑着说：先拿这个凑合，等真的雾灯修好，我让全港城都知道你是我要娶的人。我把木雕放进纸箱，又想了想，拿出来还是放回原处。门锁响起时，我刚把证件装进包里。沈玉白进门，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，眉眼间带着酒意。出息了，还真自己回来了。他走近，看见打开的行李箱，脸色沉下来。你又要闹哪出？我拉上拉链，我明天回港城老宅。沈玉白嗤笑，去找你妈告状。我没说话，他按住箱子。为了晚堂戴一晚戒指，你就要闹到这个地步？不是一晚戒指。他盯着我，我抬头看他，是7年。沈玉白怔了一下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，扔到桌上。行，7年，那我补给你。我没有捡。沈玉白的脸色彻底冷了。就在这时，他手机响了，他接得很快。晚堂，怎么了？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。沈玉白捏了捏眉心。别哭，我马上过去。他穿上外套。晚堂戒指摘不下来，手都红了，我去看看。许之，箱子别动，明天我回来陪你去试戒指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低头看向地上的戒指盒。第2天早上，沈玉白没有回来。我把行李箱推到门口时，收到宋婉堂发来的照片。照片里，他坐在沈玉白车副驾上，手指举到镜头前，那枚沈家祖传戒指还在他手上。摘不下来了，玉白哥说先让我戴着，不然弄疼手。我盯着看了几秒。母亲派来的司机已经等在楼下。沈玉白的电话打进来。你真要走？许之，你能不能别一遇到晚堂的事就这么敏感？他那边传来宋婉堂轻轻的咳嗽声。沈玉白压低声音：他昨晚手肿成那样，我总不能不管。我说了，戒指会还你，雾灯也会重新给你修。你想要婚礼，我也能给你。你非要计较先后，有意
原来在他眼里，只是先后。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沈玉白为了买一块合适的玻璃，跑了3座城。他回来时满身雨水，却把玻璃抱得很紧。他说：“芝芝，给你的东西不能将就，顺序也不能错。”那时候顺序很重要，现在不重要了。错的人也不是我。沈玉白，我不想要了。电话那头静了一瞬，传来他的轻笑。又说气话，徐芷，你舍得吗？这句话比昨晚码头的风还冷。我没有回答，直接挂断。回到许家老宅时，母亲坐在花亭里等我。她看见我的行李箱，眼眶红了一下，却没问太多，只把一份婚期单推到我面前。裴家那边说，如果你点头，3天后先办订婚礼，不会让你受一丝委屈。我看着那张红纸，裴彦周，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。小时候他跟着裴家长辈来港城，我还抢过他的糖。后来他去国外读书，偶尔在家族宴会上见过几次。我看着手中的订婚请柬，阿芝，你想清楚了吗？我手指落在婚期单上，纸很薄，却像隔开了整整7年。想清楚了。话音刚落，沈玉白已经走到门口，他看见我，目光先落在行李箱上。许之，跟我回去。母亲起身挡在我前面。沈先生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沈玉白仍旧看着我。阿姨，这是我和芝芝之间的事。你把我女儿的订婚灯送给别人时，怎么没想过这是你们之间的事？那只是一个仪式。沈玉白脸色微变，我从母亲身后走出来。沈玉白，我要订婚了。沈玉白盯着我，忽然笑了。你为了气我，真是什么谎话都想得出来。我已经让设计师重新给你做戒指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。沈玉白眼底终于有了怒意，伸手攥住我的手腕。那你现在跟我走。放手！我低头看着他的手，这一次他握得很紧，像终于意识到什么东西要从掌心滑走。可他的手机又响了，宋婉堂。沈玉白的动作僵住，我轻轻抽回手。接吧。他没有接，可手机一直响，铃声在花厅里反复回荡。最后他还是按下接听。宋婉堂带着哭腔的声音露出来：“玉白哥，戒指真的卡住了，医生说可能要剪掉。”沈玉白脸色一变，我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。半晌，他低声说：“我晚点再来找你。”车声远去后，母亲握住我的手，我垂眼看见手腕上被他攥出的红痕，很浅，却刚好盖住他曾经送我的那条手链印子。订婚之礼前一天，沈家来了人，来的不是沈玉白，是沈母。她坐在花亭里，身后跟着宋婉堂。宋婉堂手上还戴着那枚戒指，外面缠了一圈细纱布。阿芝，玉白这2天忙，你怎么也跟着胡闹？你和玉白7年感情，不是说断就断的。婉堂那孩子可怜，从小没了父母，你让他怎么了？阿姨，都是我的错，要不我现在就把戒指还给许之姐。纱布被她扯松，手指立刻红了一圈。沈母心疼地按住她。好了，别摘了，万一伤到手怎么办？阿芝，一枚戒指而已，等婉堂好了再说。你现在要和裴家订婚，传出去让沈家脸往哪儿放？沈母从包里拿出一份请柬。明晚沈家有个家宴，你来一趟，当着长辈们把误会说开。订婚的事先取消，取消不了。宋婉堂抬头看我，眼里水光盈盈。许之姐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？如果你真的这么介意，我可以离开玉白哥身边。阿芝，你看看你把他逼成什么样了。玉白哥说你总是这样，一生气就要所有人哄你。阿芝，女人太要强不好，玉白愿意娶你，已经是给你交代了。你现在30岁，再折腾，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。这句话我昨天听沈玉白说过，原来他们一家人连看清我的方式都一样。母亲刚要开口，我按住她的手。沈阿姨，沈家的交代我不要了。我起身，把一只锦盒放到桌上，里面是沈母5年前送我的玉镯。那是他拉着我的手。阿芝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这个也还给你。脸色终于变了。许之，你这是要跟沈家撕破脸？花厅外忽然传来脚步声，沈玉白站在门口，脸色冷得厉害。
还清。他走进来，把玉镯递给宋婉棠。许之，你还真演上瘾了。既然他不要，你戴。玉白哥，这不好吧？沈玉白却直接把镯子套到他手腕上。有什么不好？他抬眼看我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沈母没拦，沈玉白也没觉得不妥。原来5年前那句一家人也可以这么轻易给别人。哼！明晚家宴必须来，裴家那边我会亲自去说，你一时冲动可以，我不会让你拿婚姻开玩笑。沈玉白，你不是最讨厌我逼婚吗？现在没人逼你了。玉白哥，手镯好像有点紧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慢慢把那份订婚请柬放进抽屉。请柬上，裴延州的名字安静地躺在那里，像一盏不刺眼的灯。沈家家宴我还是去了，不是因为沈玉白，是因为我外婆留下的一本港灯手稿，还在沈家老宅。当年沈玉白说要替我修雾灯，我把手稿借给了他。他说等雾灯亮起来那天，再亲手还我。现在灯已经亮了，只是照亮的不是我罢了。我刚进门就看见宋婉棠坐在沈老太太身边，像被沈家默认的女主人。阿芝来了，沈母招呼我坐下。正好，今晚把话说开，别再闹笑话。沈玉白从楼上下来，松了口气。我就知道你会来。手稿呢？他眉心一皱，宋婉棠忽然怯怯开口：“许之姐，你说的是那本旧册子吗？我前几天看见纸页发黄，就拿去让人装裱了。”谁让你动的？他被我的语气吓到，眼泪立刻掉下来。我不知道那对你那么重要。玉白哥说家里的东西我都可以看。沈玉白走到他身边，皱眉看我。一本旧册子而已，你吓他干什么？我看向他，他顿了顿，语气缓了些。装裱也是好事，婉棠不是故意的。拿回来。可是装裱师傅说油漆液太脆，碰一下就碎了，所以……他没说完，沈母接过话：“碎了就碎了，旧东西总归留不久。阿芝，人要往前看。”沈玉白大概终于察觉不对，伸手来拉我。我甩开，他脸色难看了些。我说能修就能修，你非要在大家面前这样吗？沈老太太叹了口气：“阿芝，玉白是男人，外面事情多，你也该体谅些。婉棠没父母，玉白照顾她是情分。”我看着这满屋子人，他们都坐在明亮的灯下，只有我像站在雾里。我忽然想起外婆临终前把手稿交给我时说：“阿芝，以后有人给你修灯，一定要找个把你放在心尖上的人。”我找错了。沈玉白手机响了一下，神情微变。宋婉棠也看见了，眼泪掉得更凶。玉白哥，是不是装裱店那边说手稿救不回来了？都怪我，我只是想把它当成送给你们的新婚礼物。沈玉白把手机扣住，我盯着他的手，给我看，他却握住我的肩，避开我的眼睛。许之，别在这里发疯，这是几页？哪几页？宋婉棠哽咽着说：“好像是刻名字和点灯饰那几页。”我忽然笑了，那几页是外婆手写婚灯古法，也是我给沈玉白看过无数次的部分。我曾指着那行字说：“你看，错了就不算数。”他那时低头吻我额头，不会错，现在全错了。沈玉白终于有些慌。芝芝，我陪你，我给你建一座灯塔都行。宋婉棠在一旁哭着摘戒指。许之姐，我把戒指还你，你别怪玉白哥了。戒指滚到地上，
沈玉白弯腰捡起，却没有给我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忽然把戒指重新套回宋婉堂手上。不用还，许之想闹，就让他闹个够。我转身往外走，沈玉白在身后冷声开口：“你今天走出这个门，明天我不会去找你。”我没有停，他又说：“裴家那场订婚，我也不会让他成。”我走到门边，手机震了一下，裴彦洲发来一张照片，港城东岸，雾灯一盏盏亮起，最中间那盏灯座上刻着我的名字。下一秒，沈玉白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“徐芷，你最好想清楚，除了我，没人会娶一个心里装着别人的女人。”我低头回复裴彦洲：“明天见。”订婚礼那天，港城下了很大的雾，裴家的车停在许家门口，裴彦洲撑着一把黑伞站在车边。见我出来，他把伞往我这边偏了偏。冷吗？我摇头。他没有追问，只把一只小小的暖手棒递给我。暖意从掌心慢慢散开，很安静，不像沈玉白的关心，总要附带一句别闹。去东岸的路上，裴彦洲接了个电话。知道了。他只说了2句。不用拦，让他看着。他收起手机，语气平淡。沈玉白来了，要避开吗？我看着车窗外的雾。不用。东岸码头比我想象中更亮，一排雾灯沿着海岸亮起，不张扬却稳稳照着路。母亲站在宾客中，看见我时，眼眶又红了。有人低声议论：“这就是许家小姐，不是跟沈家那位谈了7年吗？”沈家那位昨晚还带着宋小姐参加家宴呢。我听见了，裴彦洲也听见了。今天是我和许芷的订婚礼，过去的事到今天为止。人群彻底静了，我侧头看他，裴彦洲没有看我，只把订婚戒指递过来，内圈刻了一盏小小的雾灯。他说：“如果不喜欢，之后再换。”我看了很久，挺好的。他把戒指戴到我手上，尺寸刚好。远处忽然传来刹车声，沈玉白从车上下来，身后跟着脸色苍白的宋婉堂，他手上仍戴着沈家的戒指和玉镯。沈玉白盯着我手上的戒指，眼神一点点变冷。许芷，玩够了吗？裴彦洲挡在我身前。沈总，观礼可以，闹事不行。沈玉白笑了一声。裴彦洲，你知道他爱了我7年吗？裴彦洲看着他。知道，那你还娶？沈玉白的笑僵住。宋婉堂轻声开口：“许之姐，你真的要这样吗？玉白哥昨晚一整晚没睡，他只是嘴硬，其实很在乎。”我看向他手上的戒指。芝芝，跟我回去，我不计较今天的事。我听见周围有人倒吸一口气。裴彦洲刚要开口，我轻轻拉住他的袖口，看向沈玉白。沈玉白，订婚礼已经开始了。那又怎样？他声音发紧。你现在摘了戒指，还来得及。我没有摘。裴彦洲却忽然握住我的手，带我走向最中间那盏主灯。灯座上的名字清清楚楚，许之，旁边还有一行小字：愿此灯只照归人。我怔住。你外婆手稿里写的点灯式，我想办法找人尽力复原了一部分。沈玉白也看见了那行字。你怎么会有手稿？裴彦洲看向他。沈家毁掉的，不代表世上没有第2份拓印。沈玉白愣在原地。我看着那盏灯，轻声说：“点灯吧。”雾灯亮起的瞬间，沈玉白往前冲了一步，旁人拦住他。他死死盯着我，而我没有再回头。订婚礼结束后，
沈玉白在许家门口等了一夜。第二天清早，母亲让佣人送来一碗粥，让他走吧，别死在我们家门口。我正在拆订婚礼上的花，白玉兰一只只取出来，放进水瓶里。不用管。母亲看了我一眼，你真放下了？我手指顿住，花枝上有一片叶子被压坏了，我轻轻掐掉。不知道，这是实话。7年不是一夜就能清空，只是我已经不想回头。上午10点，沈玉白终于进了门，他看起来狼狈了一点，眼下青黑，西装也皱了。徐芷，我们谈谈。我放下剪刀，院子里雾散了些。沈玉白看着我手上的订婚戒指，喉结动了动。摘了。我没动，他声音哑下来。我说，摘了。我抬眼。沈玉白，你现在没有资格命令我。他伸手想碰我，又停住。我知道手稿的事是我不好，我已经找最好的修复师了。万堂那边，我也会让他把戒指和镯子还回来。不用。怎么不用？他眉叶压得很低。那些本来就是给你的。我轻轻笑了。沈玉白，被别人带过的东西，我不要。他脸色白了一瞬。院子里安静下来，过了很久，他才低声说：“那我重新给你。”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看着他，以前我是什么样？他答不上来。从前的我，会吵，会哭，会追问他为什么，会因为他一句胃不好别喝冷水就把自己哄好。现在我不问了，他反而不习惯。沈玉白闭了闭眼。芷芷，我承认我这次过了。这大概是他第一次低头，可手机在这时震了一下，是宋婉堂发来的语音。我点开，他带着哭腔：“旭之姐，玉白哥昨晚在你家门口站了一夜，你满意了吗？你非要这样折磨他吗？”沈玉白脸色一变：“他找你了。”我看着他，你看，还是他比较疼你。他伸手夺我的手机，终于急了：“我会处理他。”你处理了7年。他僵住。沈玉白，晚了。这时，裴彦周从门外进来，手里提着大包小包。伯母说你昨晚没睡好，安神茶。沈玉白的目光瞬间冷下来。裴彦周，你来得到勤。裴彦周看他一眼。未婚夫来见未婚妻，不算勤。沈玉白忽然笑了，笑意很冷。徐芷，你现在是故意做给我看。我挽住裴彦周的手臂，我是真的想好了。沈玉白开始频繁出现在我身边。我去花店，他在门口等；我去公司，他把车停在了路边。我和裴彦周是订婚宴后的回礼，他也能刚好出现。只是每一次，他身边都没有宋婉堂。裴彦周把一杯温水放到我手边。沈氏最近有个项目要找许家合作，你如果不想见，我让人推掉。我想了想，不用，是许家的生意。裴彦周点头，没有再劝。下午，沈玉白果然来了许氏。会议室里，他把方案推到我面前。这个项目只有沈家最合适。我翻了2页，价格偏高，周期也长。沈玉白看着我，忽然低声说：“你以前从来不会这样跟我谈。”我抬眼，沈总，现在是工作。他被这句沈总刺得一顿。旁边的助理咳了一声，沈玉白压下情绪：“好，工作。”会议谈了1个小时，他明显让了很多。签字时，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个小盒子，推到我面前。手稿修复的彩页。
我手指一紧，打开盒子，里面只有半页发黄的纸，是外婆的字，只剩一句：灯照有缘人。我看着那半页纸，很久没动。沈玉白声音很轻：对不起。这3个字吃了太久，直到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接。我合上盒子，神色恢复了往日的清冷。谢谢沈总。他眼底的光暗下去。徐芷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我签完字，把文件推回去。合作愉快。沈玉白没有接文件。我把婉棠送走了。他去国外了，戒指和镯子我也收回来了。雾灯我已经拆了，会重新修一盏给你。我看着他，你拆了？他像终于抓住一点希望。那盏不算，我会重新开始。会议室门被敲响，裴彦周推门进来。阿志，伯母等你吃饭。沈玉白看着他，声音冷得发涩。裴总每次都来得这么巧。未婚夫接未婚妻下班，也不巧。我站起身，拿起那半页残稿，走到门口时，沈玉白忽然叫住我：“如果没有裴彦周，你会不会回来？”我握紧盒子，不会。门关之前，我看见沈玉白坐在原处，手边那份合同还没来得及拿。宋婉棠没有出国，我是在港城艺术馆看见她的。她站在一幅港灯设计图前，身边围着几个记者，展板上写着新锐设计师宋婉棠作品《雾归》。那张图我只看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是外婆手稿里缺失的那几页，点灯式、刻铭法、灯座弧线，她把它们拼成了自己的作品。记者问她灵感来源，宋婉棠眼眶微红，来自一个很重要的人。他曾经告诉我，雾灯是港城最浪漫的承诺。有人追问，是沈氏的沈总吗？他低头笑了笑，没有承认，也没有否认。裴彦周侧头看我，要现在处理吗？我摇头。宋婉棠看见我时，脸色变了一瞬。许之姐，你也来了。我知道你外婆也研究过港灯，如果她还在，应该会喜欢我的设计吧？她不会喜欢小偷。许之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这些都是我自己画的。婉棠，玉白哥，许之姐说我偷她外婆的东西。若是从前，他一定会第一时间让我别闹。这次他沉默了。你也不信我吗？这张图你从哪儿来的？我自己画的。这是许家外婆手稿的公证拓印，日期在30年前。人群哗然，宋婉棠脸色惨白。不是的，是玉白哥让我看过沈家的旧册子，我只是记住了，不算偷。沈玉白猛地看向他。你说什么？宋婉棠慌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太想有自己的作品了。玉白哥，你说过会照顾我的，你不能不管我。记者的镜头全转向沈玉白，沈玉白站在原地，脸色一点点难看。徐芷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可每一次伤害发生时，他都站在他那边。知不知道已经没区别。艺术馆负责人走过来，宣布撤展。
宋婉堂哭着去拉沈玉白的袖子。玉白哥，你帮我说句话啊！沈玉白低头看着他的手，一点点抽开，宋婉堂彻底僵住。而我转身离开时，看见展厅门口那盏仿古雾灯，灯光很亮，可有些人再也召不回来了。宋婉堂抄袭的事很快传遍港城，沈家也被牵连。沈家亲自来许家道歉，带来了那枚祖传戒指和玉镯。阿芝，东西我都拿回来了。以前是阿姨糊涂，你和玉白这么多年感情，不该被一个外人搅成这样。我没有碰锦盒。沈阿姨，你拿回去吧。沈母脸色僵住。阿芝，玉白这段时间过得不好，他和婉堂已经断了，沈家也不会再认他。我给他续了茶。那是沈家的事。沈母红了眼。你真这么狠心？我看着他。当初你们让我让宋婉堂的时候，也没问过我疼不疼。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沈玉白走进来。他瘦了许多，整个人像被磨掉了锋利的壳。妈，你先回去。沈母看了我一眼，最终拿着锦盒离开。花亭只剩我们2个人。沈玉白把一份文件到桌上。宋婉堂用沈氏名义骗取设计资源，我已经报警处理。我有些意外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下不了手？我没答。我以前确实下不了手，因为我总觉得他可怜，也总觉得你不会走。徐芷，我错得很离谱。我看着桌上的文件，里面有宋婉堂盗用手稿、冒领资源的证据，每一项都够他付出代价。可我心里并没有想象中的畅快，只是很累。沈玉白从口袋里拿出一枚新的戒指，这是给你的。我皱眉，他立刻说：“不是要你现在答应我，只是想还给你一个完整的承诺。”戒指内圈也刻着雾灯，和裴彦州那枚很像，却又完全不一样。我重新修了一盏雾灯，没有让任何人碰过。徐芷，你去看一眼好不好？看完你要走，我不拦。最终我还是去了，想给7年一个结束。沈家码头上那盏新的雾灯亮着，灯座刻着我的名字，比当年更漂亮。沈玉白站在灯下，眼底满是小心。芝芝，这一次只照你。风吹过来，我忽然想起7年前那个满手木屑的少年，他曾经也是真的想过娶我吧？只是后来想娶我这件事慢慢排到了很多事后面。我走近，抬手摸了摸灯座，木纹很新，没有我陪他打磨过的痕迹，挺好的。沈玉白眼里亮了一下，下一秒我松开手，可我不需要了。他的脸色一寸寸白下去。我取下手上的订婚戒指，沈玉白呼吸一滞，可我只是用指腹擦了擦，又重新戴好。我快结婚了，沈玉白。远处车灯亮起，裴彦州撑着伞站在码头边，没有催。沈玉白看着他，又看向我，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？我看着那盏灯，没有了。婚礼定在1个月后，港城难得放晴。东安码头的雾灯从清晨亮到黄昏，一盏接一盏，把海面铺成了回家的路。我穿好礼服时，母亲替我整理头纱。她看着镜子里的我，忽然笑了。
我也笑。我们阿芝真好看。您今天已经说第8遍了。母亲轻轻拍了拍我的肩，那就再说一遍。门外传来敲门声，裴彦周站在门口，手里捧着一束白玉兰。母亲看了我一眼，笑着出去。房间里只剩我们，裴彦周把花递给我。紧张吗？我摇头。他低头看见我指尖微微蜷着，没有拆穿，只把一颗糖放进我掌心。小时候你抢过我的，还记得吗？我愣了愣，笑出声。你记仇这么久？他也笑。所以今天还你。糖纸很薄，带着一点温度。我忽然觉得，婚礼也可以不用轰轰烈烈。有人记得一件很小的事，也很好。码头外，沈玉白站在人群最后，他穿着黑色西装，手里没有请柬，也没有上前。沈母站在他旁边，整个人苍老了许多。送晚堂的时候，沈氏丢了几个重要项目，他因为侵权和诈骗被起诉，后来听说离开了港城。沈家从此很少有人再提他。司仪的声音响起，我挽着母亲的手走向裴彦周。路过宾客席时，我没有看沈玉白，可余光里他好像低下了头。交换戒指时，海风吹起我的头纱，裴彦周伸手替我按住。徐芷，以后雾大，我陪你慢慢走。我看着他，轻声回。啊！李成的掌声响起，远处，沈玉白终于转身离开。后来我听人说，他把那盏新修的雾灯拆了，没有再送人，也没有再修第2盏。沈家码头那片旧木料被他堆在仓库里，谁也不许碰。几年后，我和裴彦周带女儿回港城看灯会。小姑娘趴在他肩上，指着远处问：妈妈，那边为什么有一盏灯不亮呀？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是沈家旧码头。曾经有一盏雾灯在那里亮过，也曾经照得我满心欢喜。裴彦周看了我一眼，没说话。我把女儿的小帽子扶正，可能是没人回去了吧。小姑娘听不懂，很快又被谈话吸引。裴彦周牵住我的手。灯会人很多，他把女儿抱稳，又把我往身边带了带。远处潮声很轻，那盏不亮的灯被留在身后，而前面的路亮得更好。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中平静。港城的雾天多，裴彦周每天出门前会在玄关的小黑板上写一句话，有时是今天降温，围巾在第2个抽屉，有时是午饭记得吃。我起初不习惯这样细碎的叮嘱，毕竟过去7年，我习惯了等，习惯了把期望压到最低。裴彦周从不问我为什么不回话，他只是每天写，像那排雾灯一样按时亮起。婚后第3个月，我接手了许氏一个旧港区改造项目。那片区域在港城西岸，早年繁盛过，如今只剩泄气仓库和生锈的吊机。母亲说，那是我外婆年轻时画过设计图的地方。我翻出那半页残稿，灯照有缘人，字迹已经很淡，可每次看还是会想起外婆灯下写字的样子。裴彦周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，看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：西岸的老档案馆里，或许还有当年的图纸。我回头看他，你怎么知道？他拿起外套，语气平常。你外婆当年是港城第1个女建筑设计师，档案馆应该留过她的底稿。我愣了一瞬，这些年，所有人都只记得她是许家老太太，记得她留下的那本手稿，却很少有人记得她是谁。去不去？我拿起包跟上去，外面雾还没散尽。
他顺手把围巾递过来。风大，西岸的档案馆在老港渡局3楼，楼梯窄而陡，木地板踩上去吱呀作响。管理员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，听说我要找徐婉清女士的资料，扶了扶眼镜。许设计师啊，我记得。他从柜子最底层翻出一只铁皮盒子，上面落了厚厚一层灰。当年西岸码头那批雾灯就是他设计的，后来改建，图纸本该销毁的，我留了一份。铁皮盒打开，里面整整齐齐叠着10几张泛蓝的图纸，我一张张看过去。外婆的字迹工整秀气，标注着每盏灯的角度、高度、灯光覆盖范围。有一页边缘写着小字：愿归人见灯，之家不远。裴彦洲站在我身侧，没有出声。他过了一会儿才开口：西岸改造可以按它原来的设计来。徐芷，灯的位置不变，用现在的技术复原。我抬头看他，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语气也淡淡的，像在说一件很小的事。预算我来想办法。管理员在旁边感叹了一句：许设计师要是知道有人还记着他的灯，该多高兴。那天从档案馆出来，港城的雾散了大半，裴彦洲走在前面，替我挡开低矮的树枝。我看着他背影，忽然叫了一声：裴彦洲。他停步回头。我走过去和他并肩。没什么，他没有追问，只把步子放慢了一些。西岸改造的消息传出去后，港城旧事又被翻出来议论了一阵。有人说许家终于要动那块荒地了，也有人说许家那位小姐嫁了裴家，果然不一样了。只有一个人找上门来，是沈玉白的母亲。她比上次见时老了很多，整个人像缩了一圈。她站在许氏楼下，没有上去，只在门卫处递了一只信封。前台把信转给我时，我正和工程部开会。信封上没有署名，但字迹我认得。里面只有一张照片，是外婆年轻时站在西岸码头拍的。她身后那排雾灯刚刚亮起，她对着镜头笑，手里拿着一张图纸。照片背面有一行字：阿芝，这是你外婆最得意的一组灯，沈家一直替她收着。没有署名，可我知道是谁寄的。裴彦洲端着粥出来，看了眼照片，什么都没问，只是把粥碗推到我手边。今天加了红枣。我嗯了一声，把照片收进铁皮盒里。沈玉白没有再来过许氏，也没有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只是西岸项目动工那天，工人在清理旧仓库时，发现了一只木箱，箱子里整整齐齐码着10几盏废弃灯零件，灯座上刻着沈字。工头打电话问我怎么处理，我想了想，送到许家老宅仓库吧。后来裴彦洲偶然提了一句，说沈氏最近在收缩业务，沈玉白把几个码头都转了出去。他说话时正在看女儿的照片，语气随意的像在说天气。我没有接话，有些事不提就是最好的结束。西岸的雾灯在入冬前亮了。那天晚上，裴彦洲带着我和女儿一起去试灯。女儿刚学会走路，歪歪扭扭地拽着我的手指，指着亮起来的灯喊：亮亮！裴彦洲蹲下来把她抱起来，让她看得更高。那些灯是曾外祖母设计的。女儿听不懂，只是拍手笑。我站在那排灯下，看着灯光铺满旧码头，想起外婆照片里的样子。她那时也是站在这里笑的。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是母亲。她很少来西岸，今晚却自己开车过来了。她站在我旁边看了很久，忽然说：你外婆要是看到这些灯重新亮起来，肯定会夸你。我眼眶热了一下。母亲没有看我，只是伸手把我外套的领子拢了拢。风大，别着凉。裴彦洲抱着女儿走过来，女儿伸手要外婆抱，母亲笑着接过去，低头亲了亲她脸颊。那一刻灯光明亮，海风很轻。我想，或许日子就是这样，把所有破碎的慢慢拼回来，拼成新的形状。那年冬天港城格外冷，
裴彦周接了一个外地的项目，要出差2周。他走之前，把家里的暖气管都检查了一遍，又把女儿最爱的小毯子叠好放在沙发角。厨房里有熬好的汤，每天热一碗。他站在玄关穿外套，我靠着门框看他。你是不是太啰嗦了？他看了我一眼，嫌我啰嗦？我笑了一下。他低头亲了亲我额头，然后拖着行李箱出门。门关上的声音很轻。我回到客厅，女儿已经睡了，小毯子裹得严严实实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忽然觉得房子有点空。之前7年，沈玉白也常出差，但我从来没有这种感受。那时候我总是担心他走，担心他半路被宋婉堂叫走，担心他答应的事做不到，担心太多，反而不记得分开时是什么感觉。现在裴彦周走了，我只是觉得他2周后就回来，这种笃定是我花了很久才学会的。裴彦周出差第3天，港城下了一场大雪，女儿在窗边看雪，忽然指着楼下喊：“爸爸！”我探头看过去，楼下空荡荡的，只有雪落了一地。可过了1分钟，手机响了，裴彦周发来一张照片，是他那边的雪景，地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。这边下了。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，没有多余的话，我却莫名安下心来。晚上哄女儿睡觉后，我坐在书房整理西岸项目的资料。铁皮盒放在书架最上层，我伸手够下来，翻开外婆的图纸，其中一张图纸背面有一行很小很小的铅笔字，像是随手写下的：“彦周，灯给你留一盏。”我手一抖，图纸差点滑落。我把图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确认那行字不是我眼花。外婆认识裴彦周，我打电话给母亲，母亲沉默了一会儿。你外婆晚年的时候，裴家那孩子常来老宅看她，她说她喜欢看灯，你外婆就把手稿给她看。那行字大概是老太太随手写的，觉得这小孩懂事。我握着手机，半晌没说话。她从来没跟你提过吧？没有。那孩子向来不爱说这些。挂了电话，我把图纸放回铁皮盒，指尖停留在那行小字上。原来裴彦周比我想象中更早就走进了我的生活，只是那时候我眼里只有沈玉白的雾灯，而他只是远远的安静的看着。裴彦周回来那天，港城的雪已经停了，他去公司接我下班，车停在大楼门口，我拉开车门坐进去，暖气扑面而来。他拿出一只小纸袋，我打开纸袋，里面是一只小木盒，木头颜色很旧，像是有些年头了。打开盖子，里面躺着一盏拇指大小的雾灯模型，灯座上刻着一个小小的“之”。我抬头看他，他发动车子目视前方。你外婆当年教我刻的，她说以后如果遇到想送灯的人，就刻一个给他。我攥着木盒，指尖有些发麻。你那时候就知道？他打了转向灯，语气平淡。知道什么？知道我以后会嫁给你。他沉默了一瞬，车拐过弯才开口。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，不管以后你嫁给谁，这盏灯都应该给你。他说的轻描淡写，像在说今天路上车不多。我把木盒放下，窗外路灯一盏盏往后掠过，像是外婆当年设计的那些灯，隔着许多年，终于亮到了我面前。我转头看向裴彦周，裴彦周，你以前是不是也替别人修过灯？他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扣了一下。没有，只修过这一盏。那为什么后来没给我？路口红灯，车停下来，他偏过头来看我，嘴角有一点很淡的笑意。因为那时候你已经有别人的灯了，我等你不要那盏了，再给你。车内安静了几秒，红灯转绿，他继续开车。我低下头，把木盒贴在掌心，木头是温的，像被握了很久很久。第2年春天，沈家老宅挂牌出售的消息传出来，港城老一辈都有些唏嘘，说沈家到底还是没落了。有人说沈玉白去了外地，也有人说他还在港城，只是不再露面。我是在一个周末的早晨听母亲提起的。她来家里看孙女，坐在花园里喝茶，语气随意的像在聊邻居家的事。沈家那座码头也卖出去了，接手的是裴家。我端着茶壶的手顿了一下，裴彦周没跟我说过。母亲看了我一眼，你不知道，他没提。
母亲放下茶杯，轻轻笑了笑。那孩子做事向来不声张。我没有追问，裴彦舟不说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晚上他回来，女儿已经睡了。我坐在客厅看书，他换了家居服走过来，在我旁边坐下。沈家码头的事，你知道了？我点头。他拿起我手里的书翻了翻，又放回去。那片码头和西岸挨着，如果拆掉重建，会影响西岸的灯光视野，所以我买下来了，留着，不拆。我偏头看他，他把书合上，放到茶几上。你怕我介意？不是，是觉得那片地方不该变成高楼，你外婆的灯应该能一直亮着看。他说完就起身去倒水，像说完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的背影，客厅灯光暖黄，落在他肩上，像镀了一层很淡的光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裴彦舟和沈玉白最大的区别。沈玉白总想把灯修给我看，让所有人知道那是他给我的偏爱，而裴彦舟只是把灯修好，让灯亮着，让我能安安稳稳地站在光里。至于谁是修灯的人，他从来不在意别人知不知道。港城入夏的时候，西岸那片旧码头改成了沿港步道，布灯每晚准时亮起，成了新的散步去处。周末傍晚，我和裴彦舟带着女儿去走步道。女儿大了些，喜欢跑在前面追海鸥，裴彦舟跟在她身后，步子不急不缓，时不时伸手扶她一把。我慢慢走在后面，看着他们父女俩的背影，海风潮湿，带着淡淡的咸味。步道尽头有一盏灯，比其他的稍微矮一些，灯座上有2行字，一行是外婆的手稿笔记拓印，愿归人见灯，知家不远。另一行字很小，像是后来刻上去的，给知。我弯腰看了很久，裴彦舟不知什么时候走回来，站在我身侧。什么时候刻的？你外婆手稿拓印那次。灯是我俩一起修的。他语气很轻，像怕吵醒什么。我伸手摸了摸那行小字，木头已经被风吹得有些粗糙了。裴彦舟，你这个人怎么什么都不说？他低头看了看我，又抬头看向远处。说了，就不像灯了。我不太懂他这句话的意思，但也没有追问。女儿在前面喊我们，裴彦舟朝他走过去，走了2步又回头。徐芷，往后很多年，灯都会亮。我站在那盏矮灯旁边，看着他逆着光走远。海风把他的话吹散了一点，可我听得清清楚楚。往回走的路上，女儿累得趴在他爸爸肩上睡着了。裴彦舟一手托着她，一手伸过来牵我，掌心干燥而温热，像那枚雾灯木盒的温度。远处港城的灯火连成一片，外婆设计的那些灯稳稳亮着。我走在裴彦舟身边，步子不紧不慢。前面的路很长，灯也够亮。那些旧年雾里走散的人，终于留在了身后，而眼前这个会陪我慢慢走完剩下的路。我第一次见到许之，是在港城许家的老宅。那年我9岁，跟着祖父去许家赴宴，大人们在花厅说话，我嫌闷，一个人溜到后院。后院有一棵很大的玉兰树，树下坐着一个小女孩，正低头拆一盒糖。我走过去，她抬头看我，眼睛很圆，像港城夜里的毛灯。你是谁？裴彦舟。哦。他低头继续拆糖盒，拆了半天没打开。你帮我。我接过来，糖盒的铁皮盖子卡得很紧，我用力掰了一下，盖子想弹开，糖洒了一地。他看着满地圆滚滚的糖，愣了一瞬，然后笑了。你笨死了！那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我没有反驳，把糖一颗颗捡起来，擦干净放回盒子里，递还给他。他抓了一把塞进口袋，又递给我一颗。给你，陪你的。糖是橘子味的，很甜。后来我被祖父叫走，临走时回头看了一眼，他还坐在树下，把糖一颗颗排成队。我记住他了。再后来，我跟着祖父去港城的次数多了，偶尔在宴会上见到他。他总是坐在角落里，不怎么和别的孩子玩。有一次，他母亲让他给长辈倒茶，他端着茶杯走过来，
经过我身边时，极快地往我手里塞了一颗糖。我低头看，橘子味的。他没有看我，继续往前走。我把糖收进口袋，没有吃，放了很多年。15岁那年，我去国外读书，临走前祖父带我去许家辞行。那天许之不在，他母亲说他去码头了，去找沈家那孩子了。他母亲笑着摇头。那孩子说要给他修一盏雾灯，他天天跑去看。我站在许家花亭里，手里攥着一颗橘子糖，最终没有告诉他母亲我来的目的。我原本想问他能不能给我留一盏灯，后来想想他的灯已经有人修了，那就算了。国外读书那些年，我每年回港城一次，祖父偶尔提起许家的事，说许之和沈家的孩子走得近，说沈家那孩子确实在学修灯，说许家老太太很喜欢那孩子。我听着没有接话。有一年暑假，我陪祖父去西岸看一片旧码头，祖父想投那个区域的改造，带我去看实地。那天下着小雨，我撑伞走在旧铁轨旁边，忽然看见前面有个人影蹲在废弃的灯柱下，走近了才发现是许之。他没带伞，蹲在一盏早已不亮的旧雾灯旁边，拿一支笔在本子上画着什么。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，他浑然不觉。我站了一会儿，走过去把伞举到他头顶，他抬头看我，愣了一下，认出了我。裴彦周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。哦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他低下头继续画，陪我祖父看地。他点点头，把本子合上，站起来，头发湿漉漉的贴在脸侧，他随手拨开。这盏灯是我外婆设计的，早就坏了，我想把它画下来，以后说不定能修好。我看着他手里的本子，纸页被雨水阴湿了一角，他的字迹糊开了。你外婆知道你会来画吗？她去年走了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低下头，雨声忽然变得很大。我把伞往他那边偏了偏，没有说节哀之类的空话。谢谢你。过了很久，他说了一句。后来我送他回许家，他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递给我，橘子味的。赔你的伞。我接过来，他已经跑进门去了。我把那颗糖收起来，和10年前那颗放在一起。那时候我就知道，他心里有个修灯的人，不是我。但我还是把那2颗糖留着，像留着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念想。22岁那年，我回国接手裴家的部分事务。港城不大，偶尔会在商业场合遇到沈玉白，他身边总跟着一个女孩，娇娇小小的，不是许之。有人告诉我，那是沈玉白从小照顾到大的一个妹妹，叫宋婉棠。我见过许之几次，她看起来还好，笑着和人打招呼，酒桌上替沈玉白挡酒。可有一次散席后，我路过走廊拐角，看见她一个人站在窗边，手里攥着手机。屏幕上是一条未接来电，备注是玉白。他没有打回去，只是站着。窗户开着，夜风吹进来，她穿着单薄的裙子，手臂上起了一层细密的冷意。我路过她身边，没有停步，只是走过去的瞬间，顺手把走廊的扇窗关上了。她偏头看了我一眼，我没有回头。后来沈玉白的雾灯终于挂起来的那天，我去了码头，不是以宾客的身份，我只是路过，远远看见那盏灯亮着，灯下站着宋婉棠，沈玉白站在她旁边替她拢披肩，许之站在人群最边缘，手里握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。我看了片刻，转身走了。那天晚上我去了许家老宅，找到许之的母亲。阿姨，我想向许之提亲。她母亲看着我，没有惊讶，只是沉默了一会儿。阿芝心里还有别人，我知道。那你还要提？我看着院墙外那片夜色，港城的雾灯在远处明明灭灭。我可以等。他母亲看了我很久，然后轻轻说了一句：裴家小子，你跟你祖父一样，认准了就不回头。那年冬天，我把许家老宅西边那间偏房收拾出来，里面放了一张工作台，买了木料和工具，开始学着修灯。许家老太太的手稿我拓印过一份，她晚年教我刻灯做的时候说过，修灯这件事急不得，要等木头干了，漆面透了，灯罩磨得够薄了才能亮得久。我学得很慢，不是因为我笨，是因为我不赶时间。许之不知道这件事，他母亲替我瞒着。每次我去许家，都是趁他不在的时候。有时候他跟沈玉白出去了，有时候他回自己公寓了，我就坐在那间偏房里，一刀一刀地刻木头。
灯座成型那天是春天，我刻了一个之字在底座内侧，很小，几乎看不见。许之的母亲来看了一眼，问我：“你打算什么时候给他？”我把灯座翻过来，看了看那道刻痕，又翻回去。等他不要那盏灯的时候，他母亲没再问，只叹了口气。后来的事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。沈玉白的雾灯在码头挂起来的时候，我远远看了那一眼，灯光很亮，可惜照错了人。那天晚上，徐芷从码头回来，我坐在车里，看见他一个人拦车回林湾公寓。他没哭，脸上很平静，可上车的时候膝盖磕了一下车门，他也没有低头揉。我跟着他的车到公寓楼下，在路边停了很久。天亮的时候，我发了一条消息给他母亲。阿姨，如果许之愿意，我明天就去提亲。他母亲回了一个字：好。订婚礼那天，港城大雾。我站在许家门口等他出来，手里握着那只暖手抱。她穿了一身白色裙子，走出来的时候脚步很轻，看见我，微微怔了一下。我没有多说，把暖手宝递过去。她接过的时，指尖擦过我掌心，是凉的。那天码头的雾灯亮起来的时候，她站在我身边，我感觉到她在发抖，不是因为冷。我没有看她，只是把伞往她那边偏了偏。后来的很多年里，我偶尔会想起9岁那年许家后院的玉兰树，想起他递给我糖时那个随意又认真的表情。那时候我不知道，一颗糖能存30年，等一个人也是。沈家仓库的木箱是我亲手封上的，里面堆着那盏拆散的雾灯，灯座上的许之2个字被砂纸磨过，磨到只剩浅浅一道凹痕，像伤疤愈合之后的印子。我封箱子的时候，手指被木刺扎了一下，沁出一颗血珠，我没处理，就那么封上了。宋婉堂走的那天，港城也在下雾。他站在机场出发厅门口，拉着行李箱，眼睛哭得很肿。玉白哥，你真的不管我了？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他脸上每一道表情都很陌生。那张脸我看了很多年，可那天我才发现，我其实从来没有认真看过他。我只记得他可怜，记得怕黑，记得他小时候出事之后缩在我身后发抖的样子。可我忘了他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用那副样子拿东西。万堂，我帮不了你了。他嘴唇动了动，像是想说什么，最后只是一扭头，拖着箱子走了。我站在大厅里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安检口，没有追。那天回家，我妈坐在客厅里，看见我回来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都没说。桌上放着那枚祖传戒指和只玉镯，她用红丝绒布包着，放在茶几最中间的位置。我走过去把布掀开看了一眼，又盖回去。收起来吧。我妈眼眶红着。阿芝那边，她已经订婚了。客厅安静了很久，我妈才哑着嗓子说了一句：“是妈当初不该让你照顾婉堂。”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那些年替宋婉堂挡过的事，维护过的话，桩桩渐渐涌上来。可我记得更清楚的是徐芷每一次沉默的样子。他站在码头人群边缘，杯子里的茶凉了也不换。他坐在电影院门口等我，等我从宋婉堂那里脱身。他生日那天对着凉掉的蛋糕说没关系，我以为他真的没关系。订婚礼之后，我把沈家码头那间工房重新收拾了出来。那天我开车去东岸，远远看见了那排雾灯，中间那盏灯座上刻着他的名字，旁边还有一行小字：愿此灯只照归人。那是许家老太太手稿里的点灯式，我看过无数次，可那天看见那行字刻在灯座上时，我才意识到，我从来没有把这句话当真过。我以为那只是句漂亮话，可裴彦周当真的。我在车里坐了一整夜，天亮的时候雾散了，码头上有人开始散步，有一对老夫妻走过那盏灯，老太太停下来看了一会儿，对老伴说：“这灯刻得真好，不知道是哪个有福气的姑娘。”我关上车窗，发动引擎离开。后来我开始频繁去找许之，去花店门口等，去许氏楼下站，
去他能出现的一切场合，不是因为他会回头，是因为我不知道除了站在他面前还能做什么。他每次看见我，表情都很平静，不生气，不躲，也不刻意冷淡，那种平静比哭闹更让我心慌。有一次我在许氏会议室等他，他进来谈项目，头发扎起来，整个人利落又疏离。沈总，他叫我沈总的时候，我握笔的手指关节发白。他以前从来不叫我沈总，以前他叫我玉白，叫得软软的，像撒娇又像抱怨。现在他叫沈总，像叫任何一个合作方。那天他签完字要走，我忍不住追出去，在走廊里喊住他，芝芝。他停步，没有回头。我把修复好的那半页残稿递过去，他接过去看了一眼，合上盒子。谢谢沈总。我想伸手拉他，可他退了一步，那个动作很小，但足够让我明白他已经不怕我靠近了，只是不想。他重新戴上订婚戒指那天，我站在东岸码头的人群后面，裴彦舟把戒指戴到他手上，尺寸刚好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笑了一下，那笑容很轻，不是从前对我笑时那种带着期待的样子，是一种我终于安定了的笑。我攥着口袋里另一枚戒指，内圈也刻了一盏雾灯，那是我重新修的，从选木料开始，每一刀都是自己刻的，没有让任何人碰过。可他戴上的那枚戒指内圈也有一盏雾灯。裴彦舟选的款式和我选的几乎一样。我在人群中站了很长时间，直到有人过来问我是不是迷路了。是不是迷路了？没有，只是看看灯，灯很亮，可他身边的人不是我。把宋婉堂送走之后，沈氏丢了好几个项目。我妈病了一场，出院后整个人沉默了很多。她没有再提许之，也没有再提婉堂，只是偶尔坐在客厅里，看着茶几上那只红丝绒布包发呆。有一次我半夜回家，听见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小声说，当初要不是我让阿芝多让让婉堂。我在门口站了很久，没有推门进去。有些话我母亲现在才说，而我呢，我到现在才明白。许之离开那天，他站在码头路灯下，风吹着他的衣摆。我问他，你现在走什么？他没有回答我，只是看了我一眼。那一眼我现在还记得，他不是在生气，也不是在等我挽留，他是在告别，而我没有看懂。仓库的木箱我再没有打开过。那片旧码头卖给裴家那天，我在文件上签了字，没有去现场。后来听说裴彦舟把码头留下来了，没有拆，做成沿港步道，那排雾灯每晚都亮。有人告诉我，步道尽头有一盏矮灯，灯座上刻着2行字，一行是许家老太太的手稿，另一行只刻了一个字，之。我在港城又待了3年，然后搬走了。临走前去了一趟西岸，那天不是灯会，步道上人很少。我走到那盏矮灯面前，蹲下来摸了摸灯座上那个字，刻得很深，比磨砂纸能磨掉的深度深得多。我蹲了很久，站起来的时候膝盖有些麻。远处有人牵着孩子走过来，小女孩指着那盏灯问妈妈，妈妈，这盏灯为什么刻了一个字呀？应该是有人想让它一直亮着吧。我转身走开，没有回头。后来我在另一个城市安顿下来，偶尔港城的朋友会发消息来说些旧事，说西岸步道越来越热闹了，许家那位小姐偶尔会带着孩子去散步，裴彦舟总跟在后面拎着东西，说那排雾灯维护得很好，从来没有坏过一盏。我每次看完，把手机扣过去，不再回。有一年冬天下大雪，我一个人站在窗边看雪，忽然想起很久以前，许之跟我说过一句话。他那时候还住在我隔壁，半夜胃疼，我煮了粥端给他。他坐在床上捧着碗，忽然抬头说了一句：“玉白，你以后会一直对我这么好吗？”我当时怎么答的？好像是笑着说了一句：“别闹，快把粥喝了。”我站在窗边看了很久的雪，然后把窗帘拉上了。那枚刻着雾灯的戒指，我没有丢掉，也没有送人，只是放在抽屉最里面，和过去的记忆一起尘封。